爹娘，等我成了武者，江家就不用再看人脸色了。好，我江家总算出了个有出息的。极道武馆，1年12两。他哪来的钱？谁交的学费？我交的。怎么了？你交的？家里哪来的12两银子？我每个月拿回来的那些工钱呢？全给安儿凑数分了。他天赋好，江家以后全指望他。这是我攒了6年的钱。6年，搬货扛木，挨骂忍饿，我只差1年就能进武馆。大哥，别扫兴，今天是我入武馆的大日子，用我的命换来的大日子。够了！安儿有武师亲口断定的资质，你当大哥的帮他一把怎么了？我想练武6年，你们谁帮过我？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就是个搬货的命。原来我这6年，在他们眼里，只配搬货。你爹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娘是什么意思？他也默认了。大哥，你别逼爹娘，钱已经交了，退不了。等我练成10倍还你。你拿什么还？拿你喝花酒的本事？你，陈教头说我能练武，你嫉妒我？我嫉妒一个偷我钱的人。反了你了！是你们先把我逼反的。这个家从来没给我留过路。平儿，你别吓娘！ 大哥，不要走！16岁起，我养这个家，6年血汗，加上那8两银子，生养之恩，我还清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走你们的阳关路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不走，我这一辈子都会被他们拿去填坑。还有，阳城武馆验4指，从不靠摸几下骨头。江安在不在？陈教头让传话。陈教头说了，江安根骨只是普通，想进内院，再补3两打点银。果然，我的6年买了他们一场笑话。现在，别拿我的命去补你们的窟窿。大哥，你先别走，3两而已，你再想想办法。果然，我的6年只是他们填坑的第一笔。你叫我什么？大哥，刚才割发的时候，你没听见？江平，家里如今正是难处。我没钱了，你们不是最清楚吗？平儿，娘不是不疼你，疼我，所以拿走我的钱，所以让我拿命去补。晚了。从今晚起，我没有家了。客官，你这是惹上事儿了，算是欠债，欠命。回去做苦力，4年才能再攒够学费。4年后我26，再晚些气血一衰，这辈子就完了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哪里能一边赚钱一边练武？阳城倒是有个地方，只是那饭不好吃，进了镖局，半只脚就在刀口上，总比跪着等死强。客官，你还年轻，想清楚。我已经被人替我想了6年，
江大哥口碑清白，梁镖头才肯见你，换别人连门都进不来。清白，我现在除了清白，什么都没了。22岁，阳城人，做过苦力，是，能吃苦？能。我来是为了活得像个人。四海镖局教你养生功，供你吃住，契期10年，半年内练不到第4层，滚去做杂役，或者滚出镖局。半年，第4层。怕了，现在就走。10年契，签了便是把自己卖给镖局，不签，我连碰武道的门都没有。蒋平，你签不签？他们说我是搬货的命，那我偏要搬开这条命。签。很好，明日演武场开工，100人同练，半年后能留下的不到10个。那边住的是镖局里有身份的人，你们走右边，记住莫乱闯。我们晓得。以后若能成武者，才有资格住过去。武者，这边也住着资深镖师，有些人脾气硬，能忍便忍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打扰了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人了。好。那些资深镖师都有毒物，我们往后不会一直挤这儿吧？练了功，能走镖，自会换地方。眼下先忍着。我们不是签了10年吗？屋子不能先给？契约算的是镖师，考核不过，走不了镖，留下干杂活，或是直接走人。还要考核？养生功9层，练到第4层才算过关，难不难？不难，镖局不会白白拿出来。听说有人半年到第4层，也有人卡在第6层许多年。先站住脚，再想往前。兄弟，借点盐吧，下次还你。用吧。谢了。我先回去。钱哥，可算来了，过来，床位给你留着。钱哥有心了。那床昨日不是说有人？现在有人了。人一着齐，梁镖头传话，一炷香后，外院演武场旁饭堂集合。迟了不候。肃静，列队站好。这位是我四海镖局梁镖头，8品练皮武者，往后半年由他教导你等。8品，9品练血都能被豪族请去做门阔，8品岂不是更高？先过养生功考核吧，武者哪有那么容易？肃静。头，直接开始。张三，近些，站到我面前，用全力打这里，只有1次机会。镖头，快点，后面还等着。142斤。第4。145斤。先记下全力子，练了养生功，才知道谁长进得快。王吴150斤，赵六140斤，孙七183斤。蒋平，全力。155斤。全力不算最拔尖，面相倒是拔尖。155，够好了，还差得远。罗铁根150斤。钱德勒170斤。钱哥就是有本事。测试结束，进饭堂吃饭。这就吃饭，不练功？吃饱了才有力气练吧？有肉，一大碗肉。兄弟，一个宿舍的，让2个位置。排着吧，很快。就2个位置，不碍事。规矩点，好生排队。一碗饭的功夫都等不了，往后怎么走镖？你们吃你们的，不用管我。四海镖局要的是能走镖的人，不是打杂的苦力。镖局会教你们变强，路只有一条，武道。武馆有庄功，入门要银子。镖局免费教你们，用的是养生功。养生功也能成武者？练到大成可以。养生功和庄功有一个共通点，你们说是什么？天赋、年纪、保持纯阳。吃。练血练的是自身气血，只练不补，伤身也练不成。
米面能填肚子，练武却不够。牛肉最适合练武之人。今日这顿是给你们练过用的。吃完饭，我传你们养生功。从今日起，你们正式接触武道。还有一事，提前说明：镖局珍惜优秀之人，若表现极好，也许能得大当家青睐，收为弟子。大当家6品武者，肃静！往后每次权力测试，前5名都会多得诏令。孙七、钱德勒、柳文生、赵露思，本次考核前5名，3日之内每餐可享用滋补灵膳。别小看这一碗膳食，勤勉修行之后，你便知晓其中裨益。味道甚好。你差第5名不多吧？3斤。权力测试3天一次，3日后谁能借养生功冲上来，待遇一样。3天。2刻钟后，演武场集合。养生功共9981个动作，演练时配合吐纳，慢不求快。此功消耗不小，饭后练最合适。练了功一定要吃肉，最好是牛肉，吃跟不上练只会伤身。看清楚，记牢。吸食不可耸肩，气往下沉。转身时腰先动，手随后到。可记住了，谁上前演练一遍？我来。错了，肩落下去，脚别飘。腰先动，不是手先甩。再来。他全记住了。没有。那他还敢上去？这是单独指点的机会。早知我也上去了。江兄，你既看出来了，怎么不上？命格已激活，大器晚成，专属属性：坚韧不拔，天道酬勤。凡有所练，必有所成。只要练下去，我一定能成，一定能。钱哥真聪明。我再练一遍，你们跟着做。当前武学养生功，熟练力加1，养生功第1层进度1%，每日10练，10日即成。开始了。养生功进度更新。原来如此，每一次标准演练都能提升进度。自行练第2遍。前10个动作错4个，我方才是白讲了。好笑，你们以为自己动作就标准，错了还不自知，还有闲心笑别人。半年后达不到镖局要求被淘汰出局时，我看谁还能笑。也有人已经记住了，钱德勒、柳文生，你们几个动作不错，这就是差距，几刻钟就能看出来。梁师，我等如何才算入门，练到第1层？权力长20斤便算第1层，再长40斤便是第2层，到第4层，权力可长100斤，等闲数人难敌。那如何知道自己到了第1层？能感应体内气血游走，便到了。气血变化外人难察，所以我每隔几日测你们权力，免得有人虚报。多谢梁师解惑。看见没有？你们还在揪做作，有人已经开始问入门之后的事了。养生功第1层。练得越快，耗得越狠。3遍下来，还有半数人动作没记全，出一处错就练不出效果。我再指点最后1遍，午饭前还错，牛肉就别想了，自己花钱买。镖局花银子是养镖师，不是养混饭的蠢货。罗大牛、李四，你们还有错，午饭前不过关，牛肉没有。钱哥，帮帮我。好说。江兄，可否帮忙指点一下我这2位同乡？1文钱1次，找黄镖师更稳。这我们都是第1天学，错了谁担？罗大牛、李四，你们几个牛肉没了。
1文钱舍不得，饭堂1碗牛肉10文，省钱省到自己碗里没肉，聪明。练了功，吃肉果然不一样。记住，吃要跟上练，强撑伤的是你们自己的身子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若再有1碗牛肉，今日便能成。吃不了苦吗？突破了。都练1日了，你们有什么感觉没有？第1天能有啥效果？我倒有些感觉，几日内应该能感应气血。钱哥不愧是钱哥，还差1个没问。敢拍我，就试试第1层的权力。人睡了，明日问也一样。也是，明日再问。盐巴漱口真比柳条好，还行。下次我也买些试试。回见。江兄弟，借些盐巴用下。不借，就1点儿。自己买。用我的吧，我买了些。大牛，你买盐巴了？昨晚出去买的，想试就自己买。昨日练功，你有感觉没有？没什么感觉。一层比一层难，可还是快。今日练得如何？一个个说说。还是那样，没什么异常。我感觉越来越近了，几日内应当能感应气血。钱哥这进度，怕是最早入门的一批。他睡了，明日再问。爆发1缕是第1层，3缕便是第2层。我感应到气血了，我感应到气血了！这么快？第3天就入门了？好厉害！今日蛮刻苦，感到压力了？是啊。气血，我感应到气血了！镖头说的没错，练武要以吃养练，食补极其重要。明日全力测试，我必须进入前5。恭喜！不练了。还好，马上第3层了。等明日吃双份牛肉，进度应该能更快些。不是说养生功很难吗？怎才3天便有4、5个入了门？谁知道呢？外头那些下人是这样说的，要么便是这几人很有练武的天分。不是天分，
钱哥，您洗完澡去哪儿了？我还找您呢。去了趟外院，拜见梁镖头。梁镖头与我说，养生功确实难练，眼下有几人能快速入门。其一是我等出身微寒，从小干苦力，相当于锻炼了身体；其二便是以吃养练，食补对练武很重要。你等没发现吗？那些入门的人都是从一开始便选择吃2份牛肉的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他们不是因为天分才这么快入门？也不尽然。梁镖头还说，第1层的领先不算什么，越往后才越看天赋。不过不管有无天分，想掌握第4层乃至成为武者，食补极重要。我建议你等往后每餐都吃2份肉，1份牛肉便要10钱，1天就得30钱，日积月累下来得花多少银子？钱兄，您是否已经入门了？是。什么？钱哥入门了？那是自然，钱哥可是咱100人中最先学会养生功的，怎可能不破关？将来肯定也会最先突破第2层。不用激动，情理之中，情理之中。他们能入门，我怎会落后于人呢？咱不是钱兄，哪能这么快？还是睡觉吧。明日第2次全力测试，又将是钱兄大放异彩的时刻。慢，还差1人没问呢。明日再问呗。江兄睡着呢，这样做是否不妥？那谁，你练的怎么样了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鳖孙！都一个宿舍的，住在一起就是缘分。这事确实是孙正有些不对，将阁下弄醒。不过阁下出手打人更是不对。这样吧，你跟孙正道个歉，此事就这么算了吧。我道歉？道歉？孙正不对，你便一句话带过；我不对，便得道歉。偏帮的未免太明显了些吧？孙正是有些错，可你不该出手打人啊！既然有错，为什么不承认错误，向我道歉？还要我道歉？江平，就算是孙正的不对，你若不舒服，可以让其道歉，直接出手伤人，戾气未免重了些吧？那你倒是让孙正给我赔不是啊？可你已经做了出手伤人的事，所以扯平了。他弄醒我，我打他1巴掌，不正好结了吗？钱哥，与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直接拖下来打一顿便是。你以养生功入门，全力接近200级，打他还不绰绰有余？此话休要再说。大家一个宿舍的，打架终归伤和气。钱兄说的在理，和气应财，和气应财。江兄为刚才出手道个歉，大家同住一片屋檐下，打人终归不好。和稀泥，你也配？蹭我盐巴的时候咋没见你这么会说话呢？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有些人就是气量小，得理不饶人。你气量大，此事要不打住，咱继续睡觉。睡觉睡觉，明天还有测试呢。今日是第2次全力测试，大家应该都紧张了。孙兄、大牛、江兄，一起去练功啊！你们先去吧。我也不洗了，得赶去演武场多练几遍。早些时候不努力，等测试到了才想着抱佛脚，活该你等还没入门。武道一途，勤补不了拙，想留在镖局，要么自身有些天分，要么舍得花钱补身子。都停下，列队，要测试了。张三142斤，练3天1斤力没长，还是在有食补的情况下，就是头猪也能长些肉。你长哪儿去了？8斤，7斤半。练我镖局养生功者，突破到第1层前，最高可长10斤力。那些长了10斤的，回去再多加练习，争取早日突破。孙七，镖头得罪了。213斤，不错，不仅养生功入门，而且还能走得更远，只怕要不了几日便可突破第2层了。孙七会继续努力，不负黄镖师期待。彭勇，173斤，不错，养生功入门了。你这几日每顿饭都吃的1份牛肉吧？是。
往后吃2份食补吧。嘿呀，赵露思，168斤，吃双份食补也没能入门，不太行啊。江平，面相不错，别说养生功也能入门吧？不大可能。183斤，养生功入门。柳兄，你被打脸喽！往后吃双份食补。黄镖师说的是，突破第1层方与我初始权力相当，威胁不大。恭喜江哥，贺喜江哥！放心，有我。好生练功，突破的人莫要自满。养生功入门易，后续破关却不简单。没有突破的人更该勤加练习，莫辜负我镖局的栽培。若有至武道者，当众捕食。前爷，您的筷子。前爷，你好。突破到第3层了，权力涨60斤，总权力达到270余斤，绝对的全场第一。养生功第4层，每日10练，100日即成。大器晚成命格，第4层需100日。若等7老8手才达到大当家的实力，还如何声色犬马？还好，我是个天才。我突破了！我突破了！双份食谱果然有用，能多练3遍，距离第4层只差1步之遥。养生功第4层，进度98、99、100，成了。养生功第4层，力长100斤，异于常人，等闲3、5人不可近身。第7层产生瞬变成为武者，第9层则是极限。以我的天赋，练到极致用不了太久。若想从气血大成走到圆满，必须谋求后续功法，也就是各大武馆的庄功。修炼快虽是好事，但想持续不断的强大，还是得尽快搞钱换庄功。我感应气血了！恭喜铁根兄达到与我一样的境界。江兄弟，我突破了，追上你喽！养生功1层比1层难练，如今到了第5层，进度慢下来了。不过以我的天赋，最多2天时间，功法便能再进一步。江兄弟，你们听说了没？孙七那小子竟然已经突破到养生功第2层了，那速度，整个演武场都轰动了。孙七竟掌握了第2层功力，果然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绝不能小瞧任何人。孙七兄，几位兄弟来了，快请上座。恭喜七哥窟养生功第2层，你就是我们100人中最厉害的。铁根，敬你一碗酒。哪里，不过是比你们多吃了1份食补罢了。3分食补便有如此速度，搞得我都想花银子再补1份牛肉了。原来是吃了3份食补，若我那8两玉币钞票还在，也能如此。不过，若非因为那8两外币钞票，我也不会离家，更不会这么快知道自己的武道天分。食补固然对武道有裨益，但能否练成在于自身。就像铁根兄的那2位同乡，还有宿舍里其他几个吃双份食补，到现在不也没见个响动吗？武道一途，还是看天分的。这几人便是天分太差。倒也没说错。大牛，来吃点。少年，立身处世，志存高远。对了，话说牡丹巷里，七哥的天分才是真正的万里挑一，哪像大牛他们那种蠢笨如牛的，吃再多也是浪费。
咱都养生宫入了门，此番聚在一起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也是缘分。不如往后称兄道弟，排个数吧。我看行，这样更显得亲近。话说回来，小郑，当哥的先前听说你被人掌掴了，可有此事？完了，冲我来的。谢七哥挂怀，小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怎么是小事呢？讲讲，若有委屈，当哥的给你出头。县长，哼，小郑子纵然有些不对，但住一个宿舍都是缘分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他江平怎可如此盛气凌人，动手伤人呢？江兄弟这一点确实说不过去，把他拖下来，给咱的正子磕头道歉，此事才能算过去。养生宫4层，权力远超他们，挑这7人不在话下。让你们昨晚贪钩，昨晚宿舍里到底谁干的？哼，那孙正耍酒疯，大牛让他安静，他不听，两人就打起来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有你们几个，都是一群废物！你敢动我的人！最后还是孙七他们仗着拳头硬，逼着大牛他们道歉赔钱。这种场面我居然睡着了，看来养生宫突破到第4层，身体素质拔高，睡得更香了。那位往后怕是更嚣张了吧？我现在觉得那天江兄的那一巴掌打得真对，孙正此人就是个缺心眼的货，以后宿舍只怕不得安宁。乱动什么？吵死人了！哼，钱兄，你说咱下午去哪儿耍？起个床动静这么的大，赶着投胎啊？江兄莫不是怕了那缺心眼的货色，昨晚故意装睡吧？倒也没有，一觉睡到天亮，挺香的。有便直说，哥可以给你撑腰。我已突破第2层。没想到吧？那倒是要恭喜六兄弟了。走吧，待会儿又要权力测试了。张三，146斤，太差劲了！吃了我镖族那么多牛肉，一共才长4斤权力，连入门门槛都够不着。你回去后可以考虑其他出路了。下一次测试后，还没有养生宫入门的人，将不再免费提供食补。不是说提供免费饭菜吗？没有食补，我等还如何以吃养练？是啊，若接下来3天内没法突破，岂不是便无肉可补？人不行，别怪路不平。没天分就是没天分，得趁早认清现实。若有人对这个决议不服气，可以站出来。没意见便继续。李四、孙七，最先入门的是他，第一个突破第2层的也是他，那是我兄弟。253斤。继续保持。撤。方勇。222斤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上次的权力是170余斤，一下子暴涨50斤权力。此人居然也突破第2层了，而且还不声张，直到此时才揭晓。此人不可小觑。前5格局又要改变，江平得让位置了。黄镖师，这养生功好像也不算太难吧？继续保持吧。江平，加油，争取这次别给咱前5的人丢脸哦。好嘞。等等，这小子不会又一声不吭地掌握了2层功力吧？
全力227斤。刘兄，您话又说早了。你莫再纠结于他之前发生的事，以后见他能忍则忍，万不能再招惹。对了，这是孙七兄让我与你说的，表现不错，望你能再接再厉。好嘞，稳固前5能拿到额外10时，提前成为镖师赚取银钱，才能弄到庄公。这第2、第3的位置刚刚好，既不张扬，又能拿到好处。以后这镖局第1人就是我唯一仰望的挡箭牌了。恭喜江哥，我就知道哥行的，此事当贺，晚上得喊咱宿舍所有人凑点钱，给江哥好好庆祝庆祝。不用。江兄比方勇还能藏呢，这不是不能给咱前5名丢脸不是？205斤，多谢镖头。拜什么拜？你也配向我行拜师礼？拜师礼？他也配？年轻人还是得踏实练功，待入了镖局再想这些有的没的。哼，先超过我再说吧。钱哥，您可得加把劲儿，争取稳住第5位置。吃饭去。养生宫第5层成了，权力再涨100斤，距离武者越来越近了。想要修得庄公接续武道路，要么去武馆花12两银子请前辈教导，要么去阳城黑市低价求购。如今我有10部作辅，练庄公自没啥大问题。都停下来，列队集合了。看来镖头是准备教我等刀法。你等已经练功近10日，该研习武技了。练养生功是强大己身，壮大力量，而武技则是让你等将自身力量发挥到极致的体现。我所要教授你等的，便是本镖局一门刀法，名为飞雪。取刀来。你等之中有生活在阳城里的，肯定也见过一些武者，他们带的最多的一种兵器为何学？剑。没错，是剑。他素来有百兵之君的美誉，很多武者成名后，大多也喜欢仗剑行走江湖。其实我也更喜欢背剑。不过这刀亦有百兵之帅的尊号，且相比起用剑的轻灵巧妙，注重技巧，用刀者则重在猛烈、直接、大开大合，威力更强，杀伤力更大，自带一股王霸之气。用刀的招式也较为简单，如劈砍、挂削、撩斩斩等等。而我今日教授你等的飞雪刀法，便是霸刀中的一门快刀。天下武功无坚破，唯快不破。飞雪刀便是秉承此等理念，讲究一个快字。当刀法招式连贯，快到一定地步，人与刀相融，便会显现匪夷所思的效果。刀出而锋芒露，显现什么样的效果才算人与刀相融？芒，你等可以理解成一种意境。剑法练成可现剑芒，刀法则会产生破坏惊人的刀芒，就像这般。太快了，我看不清啊！你们看。这应该便是芒，刀芒。这便是飞雪刀的由来吧？刀芒似雪，寒光飞溅。镖头，要练多久才能达到您这般境界？刀芒似飞雪，因人而异吧。我练飞雪刀10年，方抵大成境界。而且这只是大成，还未圆满吧？岂不是说这门快刀比养生功还要难练？这门快刀确实很吃个人天赋，而且它没有圆满一说。若真要说圆满，便是另一个层次的刀境了。哦，什么层次的刀境？先说飞雪刀吧。
这门快刀共分3个层次。第一层次入门，连贯掌握刀式后，初步领悟人与刀结合的奥妙，可显露10道刀芒。第二层次小成，刀芒再长30道，大成则一次性释放100道芒。不过随着消耗也极大，力量只有到了武者阶段才可轻易施展很多次。当然了，大成与否不是你等眼下该考虑的事。你等这半年时间，只需让飞雪刀法入门即视为合格，这也是成为我镖局镖师的第2个要求。至于另一层次的刀境，我练飞雪刀10年便算完全掌握，可之后20年始终未领悟那一层次刀境。这一刀境便是刀气领域，以刀芒蜕变而成。刀芒勉强离体2-3尺范围，刀气却可绵延1丈乃至数10丈，不仅范围大，威力也不可同日而语。就是8品武者的铜皮铁骨亦可洞穿，杀人于100米之外。方勇、江平，将木刀分发下去。我还是有些高调了。一把木刀也有3斤重，2个人还是有些吃力。柳文生与孙七也出来帮忙。一下子软了，欺软怕硬的主，怂货一个。就是，也幸亏江兄实力出众，将之镇住了，不然得多不安生啊！不错，这小辈在刀法上很有天分，确实很厉害。江平，你可得加把劲儿，闲暇时也可与方勇探讨刀法。我的飞雪刀都快练出刀芒了。命格还是照常发挥，不过俺是天才。差一点，果然刀芒的攻击范围只在2-3尺内。不过快了，1天多的时间便以飞雪刀入门，以我之天赋，掌握刀气不远矣。届时选择走镖，也就多了份底气。孙琦，273斤。虽未破关，但3天再长20斤，此人真的厉害，只怕还会牢牢占据第1位置。第2层一至顶峰，料想第3层也快了吧？应该就在这几日了。方勇，284斤。方勇上次才220斤，暴涨60斤，天才！这是真正的天才，9天破3关，绝非常人能做到的。天才方勇，天才方勇，很强。天才方勇，好，很好。往后你每顿饭吃3份食补，不用花银子。多谢镖主。看来方勇确实天赋出众，我先前一味钻营讨好，到头来终究不如实打实的天赋实力。下一个，江平。江平这人底子极好，若是练武进度跟上，日后定能成为镖局得力新人。245斤。同样处在养生宫第2层顶峰，继续保持。晚辈自当勉励，向方勇快骑。不错，你能有此觉悟，不骄不躁，将来也能成大事。养生宫第7层，飞雪刀小成，距离成为气血武者这几日了。只多1份牛肉，不值得我展露太多天分，还是低调些好。没事儿，等养生宫入了门，镖局应该会恢复10步停工的。钱德勒，废物，也想攀龙附凤。今日全力测试结束。没想到吧，我追上你喽，排在你前面。那得恭喜柳兄了。哎，算了吧，哪门子的恭喜？那位才是人中龙凤。新秀层出不穷，锋芒轮流绽放。
不到半月，我的拳力早已越过500斤。若是对上方勇，一拳便能定胜负，甚至打10个也不在话下。哪怕没有紫金命格，凭着天赋，突破武者也只在今日。御千斤，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气血流转，收放自如。我终于正式成为气血武者了。现在的我，强大的可怕。6年了，念想了6年的武者梦，终于成真。养生功若练到第8层，气血便可离体1寸，形成血罩抵挡刀剑。大成更是能徒手接白刃。不过，如今最出众的方勇也才养生功3层，我已是武者，差距太大，必须藏拙。练血消耗极大，需以吃养练。今日便练到这里，该回去钻研飞雪刀了。如今我已是9品武者，飞雪刀法也已小成。黄镖师曾说，刀法大成可生飞雪刀气，御敌80丈之外。虽说阳城能练出刀气的人屈指可数，但这便是我接下来的目标。江平，江哥，您还在练刀吗？说起来，今日下午我在演武场都没见到江兄的身影呢。哦，我在宿舍外的空地上多练了会儿刀，这边清静些。江哥真努力，知道自己刀法略不如方勇，便加倍训练。对了，江兄，您还不知道吧？那钱德勒也突破养生功第2层了，您是没见那副得意的嘴脸。起开，起开！钱哥，恭喜恭喜，终于突破第2层了。不算什么，尽管突破了也难入前5。事情说不准，万一钱哥您厚积薄发，一下子迈进前3都有可能。前3或许难，再入前5还是很容易的。你想啊，第5名的权力与突破后的你只有10斤差距，他们已至极限，若不入第3层，将再无寸进，而你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这2日内长个10余斤权力，重回前5，轻而易举。唉。话虽如此说，凡事也有万一嘛。方勇，您突破第4层了，运气好，勉强迈出了那一步。方勇不会在半年内成为武者吧？那可真就是一步登天，改变了命运。唉，孙哥，您可有进步？没有。七哥没突破，明日全力测试前，江平肯定也突破不了。方哥，恭喜方哥！这瘪犊子，此人确实很天才，我等想要追上他不容易。既然方勇已突破第4层，我也可以暴露第3层的实力。其一，稳固前5位置；其二，步步为营，一点点崭露头角，直至顺利成为镖师。方勇，出列！半个月突破第4层，天赋异禀。从今日起，方勇不再参加权力测试，不计排名，奖励照发。此外，我个人再额外奖励你1份食补，以后每顿吃4份。梁师，吃4份会不会太撑肚子，练功受影响？放心，你突破第4层，身体素质上来了，没有一点影响。这晚辈就放心了。镖头，方勇不入排名，那这排名奖励可还是按5人算？按5人算。可惜了。是啊，算此人运气好。273斤，继续努力吧，这才是正常情况。你不能与方勇相比。养生功的难是对普通人而言，天才是难以束缚的。是。江平，话说回来，这位会不会突破第3层？我记得这位的天分好像比孙七高一点点。怎么可能？高一点也尚在普通人范畴。高一点也是高，说不准就破了呢。 275斤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江平的天分就是比孙七高，这下可还有话说。看来江平虽有些天分，但差了方勇一截，因而无法入镖头法窝。哎，你往后吃3份食补，不用花银子。
那就多谢黄镖师了。镖头喜欢天才，所以投资方勇。黄镖师同样惜才，便选择投资有点天分的我与柳文成。他地位不如镖头，不愿堂而皇之的赏赐，怕众人觉得镖头小气，也避免自己与镖头生嫌。最优秀的方勇已被镖头看中，黄镖师便不再拉拢，免得两头吃得罪镖仇。黄镖师是不是也赐予你一份食补？话说回来，你宿舍真是藏龙卧虎。这次突破养生宫第2层的2人，皆是你们宿舍的，一个钱德勒，一个罗铁根，想必将来也能成为镖师。有没有想过结交？往后一起走镖，还能照应一二。你不是看不上趋炎附势、欺软怕硬的人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以为自己天赋出众，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，谁知出了个方勇。人还是得服气，既然得不到最优待，还是得拉拢些人物，往后在镖局也能过得舒坦些。不过我拉拢江兄，比那2人强100倍。你怎不接近方勇？哼，此人太倨傲，我给其送过酒，他却目中无人，喊宿舍人一起喝都没有邀请我上桌，还问我为什么没走。天才嘛，吃3份食补后，身体竟没有明显的效果，与之前无异。想来入品之后，这等食补的作用微乎其微了。黄镖长算是白投资了，不过这份心意得记下，这是人情，亦是人脉。就像柳文生接近我，多个朋友不是坏事，倒不会像方勇那般目中无人。至于罗铁根那等趋炎附势的舔狗，就算了。江平，一起去洗漱。孙正，咱走。江哥，这罗铁根以前见你可都是一口一个哥喊着，点头哈腰，最近怎么转性了？谁知道呢？走吧，江哥。洗漱去，待会儿还有权力测试呢。现在我才知养生宫之难，半月过去，还是卡在第2层。张三，孙七，273斤。小孙还是没突破第3层，养生宫有这般难吗？都半个月喽，所谓的天分也不过如此嘛。好平淡的测试，我感觉没有了方哥，少了些惊喜感。敢问梁镖头，现在晚辈每顿饭同样吃4份食补，早在10天前便将养生功力练至第3层顶峰，之后也依然保持每日苦练，却为何始终未见突破第4层？因为瓶颈。瓶颈？所谓瓶颈，非实非虚。你可以简单的认为，当你做某件事到了一定程度，再努力也无法精进分毫。不过你持续努力，过了一段时间又茅塞顿开，又可继续提升，这就是破开了瓶颈。当然，也可能是继续卡在那里，再如何努力也无法寸进。就如我镖局许多资深镖师，养生功练到第6层就无法再突破了。这一停界，有的是几十年，也可能是一辈子。一辈子？武者前的瓶颈其实不算难事，只要持之以恒，还是可以掌握6层功力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有比牛肉更好的食补，亦可借助其中强大的气血，刺激身体5脏6腑，以达到快速冲关的目的，乃至成为武者。有比牛肉更好的食补？有一种生长在我大历北方的特别牲畜，体型似牛，名为灵犀，不吃草而食肉，其肉比一些滋养气血的名贵药材药效还要猛烈。你等若顿顿以灵犀肉做补，突破瓶颈也不过几日的事。有这样的食补，为何镖局没提供？哼，白嫖习惯了是吧？不敢不敢。这样的肉很昂贵吧？自然是很昂贵的，灵犀肉5两银子1斤。若以此肉为食补，且达到练武最佳效果，需一顿饭吃2斤肉，还得是长期吃。练武又岂是那般容易的？此种要求莫说你等，连我都难做到。不过每顿饭能吃上一点，从长远来看，确实也比你等现在的补颇要强很多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只要每顿能吃上小半碗灵犀肉，也比吃几份普通食补强很多。当然，镖头所述
是从最佳效果阐明，但世上又有多少武者吃得起呢？你等午后若走了镖，一顿饭能吃上半碗，练武同样事半功倍。咱镖局的那些镖师是否都以灵犀肉为食补？这是自然。随着你等养生功的层次提高，普通食补的作用也在逐渐衰弱。突破第4层后，会越加感觉养生功的吃力。这个时候，以灵犀肉为食补更适合。这也是为什么饭堂里都是你等新人来吃，镖局镖师早已看不上了。两位前辈，难道没有无需借助食补也能快速突破乃至成为武者的方法吗？比如什么逆天秘籍之类的？逆天秘籍没听过，不过也有一种方式能做到。方勇不就是例子吗？他也没吃灵犀肉，没有修炼逆天秘籍，不一样早早突破到第5层，即将完成2项考核。你也可以。怎么做？重新投胎。所以武道一途，要么以海量的资源堆砌，要么是自身天赋过人。这就是现实。你等已经家境贫寒，无权无势，若是没有过人的资质，武道路很难走远。可以说，方勇将来的成就肯定远在你等之上，最次都能达到梁镖头的层次。所以，方哥的天赋在整个阳城属于哪一列？一流，当在一流。方勇练养生功，便可短短1月长300斤力。若当初以庄功入武道，速度还会更快，说不准2、3月内便可成为武者。如果放眼整个大黎呢？一般。一般？黄镖头说的虽然不中听，却也是事实。你莫要小瞧天下英雄。大黎王朝有许多世家传承悠久，血脉强大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能诞生1、2个天赋异禀之辈。那些人不仅天赋，而且资源小好。你等不可攀的灵犀肉，在他们眼中不过寻常。那些人在你这个年纪，武道实力估计都超过大当家了。衡量一个天才强大的标准，不只是看天赋，还得看师承、看背景。他们接触的多，眼界高，你等不知弱势。其实方勇的资质还算不错，可家世远远他一人。他想超越这些千年世家中与其资质差不多的，都千难万难。就莫说一些天赋更好的麒麟子了。身怀五谷之人万中无一，世间罕有，一旦出现便是无敌的代词。不用半月时间便以养生功入9品武者，刀法进驻更是逆天。咱不会就是镖头所说身怀五谷的奇才吧？也就是说，如果身怀五谷，哪怕出身寒门，亦可媲你千年世家的一众天才。这是自然，纵为天才，也极其依赖资源。可五谷奇才却不会被资源束缚，注定一飞冲天。如何判一个人有没有五谷呢？这样的人哪怕不通过摸骨，只要接触武道，也能观察出来。你等就不要期待了。若镖局有这样的人，大当家早现身了，阳城早大地震喽。那梁氏，您是否会摸骨？莫说我，连大当家都摸不了骨。此等探究他人身体细微之处的手段，只有5品以上强者才懂施展，方能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练武资质。否则我镖局就不会招收你们这100人了，直接通过摸骨挑选有练武资质的人细细培养，岂不更省事？可是我怎么记得前些日子那极道武馆的一位武教头到处给人摸骨呢？那就不清楚了。这事儿我也有印象，我邻居本来辛苦干活攒了些银钱准备说门亲事，结果被那武教头断言可练武，便兴奋将银钱拿去武馆练武，现在也不知如何了，有没有后悔？住嘴！祸从口出，你怎敢栽赃一位8品武师？我镖局与极道武馆有交情，双方亦有其他合作。你若再乱嚼舌根，陈教头不找来，我先毙了你！陈教头代表的是极道武馆的颜面，莫说你等，就是有天才之时的方勇得罪武馆，大当家也绝不会护着。李民撒谎诓骗，仗义只自李8两。不过他一整副名扬的颇好的8品武师突然做出此等下作之事，连黄镖师和梁镖种都讳莫如深，估计事情并不简单。这是养生宫第4层，柳文生突破了，好厉害！恭喜柳兄，贺喜柳兄，绝对的方勇之下第1人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你这家伙真让我有压力。方哥，那江平也突破第4层了，据说柳文真与江平的关系极好，2人也深受黄镖师喜爱。哼，黄镖师算什么？又不是梁氏。这倒是，不过这2人的天分也着实不容小，会不会突然一个加速追上方哥？追上我，重新投胎或许还有可能。你不入第4关，
不知养生功之难。这门功法一层比一层艰难，我破第4层仅用4、5日，突破第5层却用了半月时间。这两人天分不如我，想达到我之境界，耗费时间可想而知。届时，你认为我还会在原地踏步吗？唉，方哥自然是一骑绝尘，更何况我的刀法快要入门了，就在这几日。哎呀，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！方哥天资卓越，必定一鸣惊人。这江平当真是位人物，并非绣花枕头，只论实力，只怕仅在方辉之下，要胜过柳文生3分。你们看，这刀法越来越有镖头的影子了，是不是要入门了？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严重怀疑，这位在刀法上的成绩不弱于方勇，很可能会做到超越。这么厉害，我倒要好好瞧瞧。虽然此人刀法进境比不上方哥，但练刀时却有几分独到之处，让我等资质愚钝之人也能看懂。他的刀法就像化繁为简了似的。那句话怎么形容来着？归什么真什么反真什么来着？反目归真。哎，怎么走了？是啊，我都悟了些诀窍，再多观摩会，我肯定能有大进展的。刚才练刀时，明显感觉到一缕玄妙的气息自胸中涌起，结合命格上的刀法进展，刀气要成了。刀气，梁镖头练了30年未曾踏足的领域，我不到半月就做到了。掌握了飞雪刀气，在整个阳城也勉强有了几分自保的实力，就是面对那陈为民，也不惧了。不知以我现在的刀法境界，能否逆行法上，横击镖头2胜？膨胀了，膨胀了！极道武馆的馆主境界在6品炼藏，高我3个大境界。面对此等猛人，我纵有刀气护体，也绝不是对手。我还得练，还得继续变强，还得为庄公挣银钱。那方勇应该几日内就要刀法小成，等他完成考核，我也可顺势成为镖师了。就在这几天，要开始挣银子喽。有了银子，就有资源，修行还能更快。黄镖庄曾言，快刀刀气极致，需同时掌运10道。这3日我虽又掌握2道，但距圆满仍有路要走。不过，养生宫第9层进度已近半，气血即将大成，对那庄公越发渴望了。这是刀芒，方勇突破了，当真天资过人。第1位飞雪刀入门，掌握刀芒的天才，比江平还了不起。是啊，我原以为江平会最先突破呢。方哥其实早在数日前便有感会突破，只是方哥不想让我说出来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镖头都看好的天才。我还认为在刀法的禀赋上，江平能与之并驾齐驱呢。现在看来，还是方勇勇兄更胜一筹。你等站远些，接下来我要检验入门级快刀的威能。仔细看，这一招奥妙在于手腕的发力与气血的配合，一心两用。方勇就是我等之中禀赋最高的。江平的刀纵有过人之处，可在这位面前，还是会黯然失色。还是方哥好，哪像某人，我向其提问都爱答不理的，不就是仗着有一丝丝禀赋吗？这个小人，确实是个小人。我当时怎会与其喝酒吃肉呢？此人原本就是个滑头墙头草，只是见方勇的天赋太高，便选择了采江兄来表示忠心站队罢了。倘若某一天另一个比方勇天赋更高的人出现，这小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反过来采方勇。言之有理。话说回来，方勇的刀法更强些，为何你2人却选择来观摩我兄弟练刀呢？莫说我等，柳兄你呢？前一天你可是冷落了江兄整整1日，一直在观摩方勇练刀呢。如果不是观摩了1天，又怎知晓我兄弟在刀法上对我的启迪？没错，我也观摩了方勇好一会儿，对方在刀法上的理解确有高深之处。可观摩久了，我又觉得与江兄的刀法很有区别。江兄的刀似乎有种魔力，像是直指本质，让我可以走得更远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方勇的刀给我的观感只有强，却无法给我启迪。江兄的刀则化繁为简，很容易悟进去。对，其实根本不像罗铁根说的那般，观江兄练刀，不
不用他来解释什么，观摩一段时间，自会茅塞顿开。再多观摩江兄一段时间，我估计都能入门了。俺也一样。我明白了，只有飞雪刀逼近入门的人，才能体会我兄弟刀法上的奥妙。可是，如我等快要刀法入门的人，亦能在我兄弟的刀法上有所进步，那他……我有感，不出2日，刀法要入门了。不出2日，我就说嘛，我兄弟的刀法都厉害到这等程度，要是还未突破，那就没道理了。岂不是说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再无法观摩江兄练刀了？几日也是杯水车薪，我等没有江兄这样的禀赋。梁镖头出远门了，还未归来，方勇都还没正式登记，我也得等镖头回来。你们还是可以多观摩几日的。你们都快入门了，倒是不急于一时。从学了飞雪刀开始，我就一直有在人前练刀，一来是验证脑中推演，让身体践行；二来也是想让众人更直观感受我的刀法进步，不至于突然一鸣惊人引起猜疑。如今我对飞雪刀的理解早已化繁为简，返璞归真，他们自然能从我的刀法上得到提升。入门，江平飞雪刀入门了！我就说嘛，这位怎会差呢？比之方勇也不遑多让。方勇刀法突破后，为众人展示解惑，江兄可否也这般指点大家一二？方勇的刀法水平确实高，可我等水平差得多，观其练刀很难领悟诀窍，还是江平的刀法看得更清。咱虽是方哥的人，但想要追上方哥的脚步，还是得来观这江平的刀法。再观其一段时间，我也能追上方哥。我真想揍这厚脸皮的人一顿。对方之前还贬低江平，如今倒是想着江平给予指点，真够无耻的。可以，方勇先前这般做了，那我也得如此，否则显得我太小气，恐在镖局高层那里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我毕竟要在四海镖局讨饭吃，名声还是得做做样子。江兄，您为何不练刀了？刀法入门后，我感觉想再有突破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，索性给自己放几天假，让脑子放松放松。既入门，更应努力练刀突破小成才是。我已经展露入门刀法，完成了考核，没必要在人前练刀。眼下只等镖头回来，便可正式登记成为镖师了。不过镖头走镖的时间也太长了些，已有10余日。我的修炼速度太快了，若是不尽早换得专攻，就没法进步了。老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对了，镖头他们还未归来吗？回来了，那我终于可以核实身份，开始走镖了。不对，我为何不知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等等，你不知？那方勇可是已经完成登记，都在等着走镖了呢。我是听我舍友说的，其与方勇关系颇好，也是从方勇嘴里得知的。昨日上午，梁镖头与黄镖师就已回来，接着那方勇就被叫过去了。镖头没叫你，你别不高兴，人方勇天赋好，被镖头看中很正常。据说梁镖头负伤了，具体内情不得而知。不过镖头与黄镖师都受伤了。真偏心，都要告假了。离开前好歹把我也喊去登记上。四海镖局阶层分明，顶梁柱是大当家与总镖头，下辖4大镖头，再往下是黄镖师这等能单独带队的武者，最后才是我等最底层的镖师。去吧，内院住宅区有不少空置独屋，自己选一间搬进去即可。大人，关于走镖一事，可否与晚辈说清楚？你分在了黄友仁手底下，什么时候能走镖了，其自会告知你。回吧。在黄镖商手底下也算件喜事，黄前辈看中我，肯定会对我额外照顾。只是走镖的难逆程度和酬劳还是没弄清楚。本想去探望受伤的黄前辈，顺便问个明白，可我身无长物，连买礼物的银子都没有。归根垫底，还是太穷了呀。话又说回来，从今往后，
咱就是走镖的镖师了。晚上晚点睡，哥仨给江镖师庆祝一番。镖师阁下什么都不用买，吃的喝的我们来准备。好啊，那你们能借我点钱吗？我这里还有3两多，江哥尽管拿去。江兄第一次开口，我怎会小气？我这里也有4两。有了这些银子，下午便能买壶好酒去看望黄前辈，顺便将走镖一事彻底搞清楚。每人借我1两银子吧，等我手头宽裕了，就还你们。江兄刀法上对我的帮助，就不止这1两银子了。肯定是要还的。练武是吞金窟，1两银子也能买些灵犀肉。方勇养生功突破第6层了，距离9品武者仅差1步之遥。此人天赋着实不错，不服也不行啊。哼，可惜品性不合我胃口。天赋吗？没有人比我更懂什么是天赋。回见。黄千伯，伤势如何？不重，休养几日便可恢复。你本来手头就不宽松，也才刚成为镖师，还为走镖赚银子呢。随意买壶酒便是了，何必买这么贵的？破费了啊！以后晚辈还得在黄彪子手底下干活，这酒就当是孝敬您老的。夫人，去炒半斤灵犀肉来。灵犀肉，不知这肉对我眼下的境界是否有用？方勇又突破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吧？他已转修庄功，有此进度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转修庄功，他哪来的银子买功法？梁镖头回来后便将其喊去，送了庄功。往后方勇的修炼速度应该会快不少。你可不要浮躁，莫与那等天才比较。皇师说的是，若我在最一开始便展露宿天赋，是不是也早已得到庄骨了？真是失策。以你之天分，虽不如那方勇，也能以养生功成就武者。不过若真要如此，反而浪费了你的黄金时间。若是修这庄功，还能趁着黄金年龄段多有一些进步。这银子你也拿着。皇师，这送的太多太贵重了。把银子也收了。长辈赐，不敢辞。庄功与养生功有相通之处，转修起来颇为容易。不过若你有不解之处，可以来问我。好。好庞大的气血，就像东阳出照，浑身暖洋洋的。滋味如何？很棒。你第一次吃，只觉得味道不错。待吃完，你回去后练功，便知灵犀肉与普通食补的差距。那晚辈得多吃些，带回去好生感受一番。黄镖师，这走镖有没有以危险程度区分的说法？倒让你小子说准了。镖局接镖后，都会先评判镖的难易程度，接着再商量好价格。如果敲定下来，最后再由镖局镖师送出。而这镖的难易程度总体分为铜、铁、银、金4种。铜镖最为容易，时间短，路程近，多在几个县城之间来回跑，最低得有1位武者镖师坐镇，一趟下来，普通镖师能赚个100至300文不等。铁镖路程长，货物贵重，容易遭贼盯紧。不过咱四海镖局在附近10余个县也算有头有脸，黑白2道都给面子，出事概率小。普通镖师半两银子起步。那前辈，像您一般接的是铜镖还是铁镖？我的实力逼近8品武者，多数时候愿接铁镖。要是实在没镖，也只能接铜镖了。将你画在我手底下是我的主意。你刚成镖师就随我走铁镖，赚得多，但铁镖有一定危险，你有些天分，
若在我手底下夭折，就遗憾了。你慎重考虑，若不愿，我给你换位老镖手练手，银子是赚不完的，得有命花。晚辈愿跟着前辈，换了人，晚辈还怕不习惯呢。也好，我接铁镖这么多年，没出过闹性命的事儿。走镖的细枝末节，待你往后上路了再细说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这次随梁镖头走镖负了伤，连总镖头都有些狼狈，底下人更是死伤不少。我等这次接的，便是银镖。银镖一般去往陌生之地，出了长平府，两眼马黑，危险程度极高。在我走的几次银镖里，没有一次不出事的。其实很危险，为何前辈还要接着银镖？唉，穷啊！走一次银镖，起步都是100两银子，谁又不心动呢？这次事发突然，盗匪完全冲我们来的，我严重怀疑是阳城另一家乘风镖局在下黑手。同行最是冤家，有时官家都会出手。大黎太平盛世，各省却常有贼寇。你当真以为那些贼人活得久是他们实力高吗？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。世上哪有一成不变的，无非利益二字。受教了。对了，金镖有何危险？曾经我四海镖局与乘风镖局大当家联手，请阳城几家武馆大高手随行，共计7位6品武甲接了一次金镖，结局是7大高手1死2废4重伤，2家镖局差点解散。后来2位大当家断言，武道不入5品，金镖不可碰。前辈，晚辈先告辞了。你吃了不少灵犀肉，早些回去体验功效。你才养生宫第4层，实力尚低。镖局赏赐的那2斤灵犀肉，最好是1顿饭煮2两，效果更佳。灵犀肉，成为镖师会有这等赏赏？王镖头没给你？接待我的并非王镖头，你见到的可是一位30岁出头的青年男子，与王镖头有些相似。是有些相似，看着确实比我大了不少。那就对了，那是王镖头的子嗣，硬是帮王镖头处理琐事。所以，此人贪没了我的2斤灵犀肉。或许那位忘了这一茬，你再等几日。昨日晚辈便完成登记，他若当时忘记此事，今天也该送来了吧？这样，那10两银子我给你补上，此事莫再追究如何。我是为你考虑，你天分比我好些，说不定将来也能成8品。可你太年轻了，如今才刚成为镖师，不宜得罪小人，万一惹得王庆不快，怕你往后在镖局不好过。多谢皇师挂怀，不过这10两银子本就是我的，怎可让皇师来补？更何况分明是他得罪了我，而非我得罪他。你小子倒是硬气，不怕事儿。也是，如果遇事就退让，又如何成事呢？此话不可说，那是王镖头的儿子，你不宜得罪。皇师，我也不想得罪人，可那是2斤灵犀肉，价值10两银子。晚辈穷苦出身，如今好不容易成为了镖师，有望武道，最缺的便是银子。这样，你待会儿回去后去贵坊一趟询问此事。如果对方后续补上，便是误会一场；如果3天内没补，你来寻我。好，昨日登记时，镖局赏赐的2斤灵犀肉，似乎还未下发。哦，那事儿啊，后续会补上的。对了，我名王生柱。灵犀肉确实了不得，蕴含的气血极高，可相对于我本身的气血，却没有太多影响。看来是因为我的境界高了，只吃几两灵犀肉效果不足，得按梁镖头所说的标准吃才行。
确实可当刀剑。这血刚强啊，优缺点明显，威能强悍，可消耗的气血也多。只是这么片刻，体内气血便消耗了1/3，一直施展，仅能坚持2刻钟。这庄宫与养生宫确有相同之处，很多地方看一眼就悟了。恐怖如斯，庄宫的方方面面都要比养生宫强一些，气血循环滋生的速度竟是养生宫的2倍有余。照这个速度，9品圆满指日可待，8品不远矣。江兄，我们来给你庆贺了！恭喜江兄正式成为镖师。可惜我没有江兄的天赋，往后想练庄功，还得自己攒银子。你年岁比我小些，不急一时。30岁之前都是黄金龄段，可以做到迅猛提升。是啊，不可此时泄气。黄金年间段是最佳练武时间，我等当勤勉些，否则等过了30岁，提升便难了。莫说这些扫兴的，来，咱喝酒。今日是为江兄庆祝，继承镖师，又得庄功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与旧友有些疏远，怎么回事？这家伙确实不太像话，太二太记仇了。自从江兄搬离宿舍后，他便仗着与方勇关系好，各种给罗大牛几人找不快，几人也是敢怒不敢言。罗铁根没有阻止？没呢，他与孙正穿一条裤子，哪会阻止？偶尔也要逞威风。我有次看不过眼，说了几句。结果那孙正连我都敌视训斥，实在狼心狗肺。小人罢了，替他们做甚？来，我们喝酒。这还真是个愣头青啊！连普通镖员的2斤肉都贪，还如此明目张胆。他是有多缺银子啊？你不要急，此事我会与梁镖头禀明，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晚辈是不是还得等？2日内定会有结果。那便有劳皇师了。好，你的天赋比我想象的要强不少啊！只怕30岁之前8品板上钉钉，7品都有望。媳妇儿，去炒1斤灵犀肉，顺便把我珍藏的好酒拿出来。今日我要与小江不醉不归！哈哈哈哈！还得是庄功啊！若我从一开始修的是这门功法，速度只怕不敢想。想吃灵犀肉，便自己去饭堂买，吃多少买多少。怎么是20两？这是镖头对王生柱的惩戒。若非此人是王镖头的子嗣，惩处还会更重。你且安心收着，王生柱不敢找你麻烦。若有什么事，可与我说。那得多谢皇师与梁镖头了。还你公道的并非梁镖头，而是另一镖头。梁镖头太看好方勇了，再加上自己受了重伤，所以行事难免顾忌了些，想专心培养方勇一人。明白。帮你的镖头姓朱，你不用特意去拜见，往后遇到感谢一声即可，岂不惜巴结套近乎这些有的没的。8品的功法该得到了。短短几日，庄公已达9品圆满之就，进无可进。手头还有20多两银子，去黑市换一门8品功法，应是足够了。还没给入室费呢。室内禁止打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明白。新鲜的土鸡蛋，便宜卖喽！朋友，要吃鸡吗？刚宰的也行。说好的江湖呢？这黑市只怕也就是个特殊点的摆摊集合地。新鲜的灵犀肉，
2两银子一斤了，先到先得。庄公，极道武馆的庄公，含泪大甩卖，只要5两银子。烈阳剑法，极道副馆主祖传剑法被俺偷来了，想要的快过来买啊！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喽。能不能别卖个东西就打着我极道武馆的名号？烈阳剑法，这分明是连剑气都使不出的破烂玩意儿。谁让极道武馆威名十足啊？不打你们的旗号，别人如何愿买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朋友，8品净秋功20两银子拿去。足下也知，8品功法在阳城有好几种，可首推便是极道武馆的净秋功。此功练皮效率最高，效果最好，而且有机会练出金皮。骗骗3岁小孩也就罢了，也好意思与9品武者这般讲，还练金皮？你去问问极道武馆的馆主，他练出金皮了没？去问问武举榜前10的陈安，他8品时可练出金皮？来，这是朝阳武馆的8品功法，效率同样很高。至于金皮就别奢望了，无人能练。不过我这门功法只要13两银子。你等如此堂而皇之的买卖武馆功法，不怕被武馆盯上吗？功法确实珍贵，不过在5品前，食部比功法更重要的多。一门功法几10两，可是花钱在吃的上面却是10倍100倍。足下能有今日实力，在食部上花的银子还少吗？那倒是，我为了练武，花的银子都不下1000两了，实在没银子了，才来黑市碰运气。这就对喽。武馆的功法才值几个钱，可为了成为武者，为了更进一步，咱花在吃上面的银子何其之多。所以你想啊，武馆要挣银子，何必在区8品功法上禁言？只要练的人越多，就都得从武馆那里买灵犀肉等食补，这才是大头。黄金练武时间在30岁之前，武者为了迅猛提升，就必须吃最好的食补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所以啊，我等其实是在给武馆招揽潜在的客户，他们还得感谢咱呢。卖盗版就卖盗版，何必给自己脸上贴金？不过此话倒也有几分道理，对方敢卖，我便敢买。唯一不放心的，便是这功法的真假了。欢迎下次再来。今晚打个秋风。此人卖8品功法，只怕实力不弱。真要对这人下手，容易引起官家注意，得不偿失。不怕，血帮的2当家不是最近缺银子吗？那位可是8品武者，且就在这里。再加上你我灭杀此人，不需太多时间。干了，这就对喽。正经买卖哪有杀人越货来银子快？咱又不是良民。功法为真，怎么盯上我的？黑市果然危险，很容易被人惦记。何时出手？他应是注意到我了，不过无所谓。待会儿你们2人先去试探其实力，我下黑手。我怎觉得你没混迹过江湖，出门在外连一门腿法都没学过。这般不讲武德，我都给你送银子了。不够啊！我要你身上的！哼，都是修炼几10年的老家伙，谁还不会了？你为快刀，我为快剑。跑江湖的皆是深藏利器之辈，一出手便是几百刀暗器。往后我也要如此，还要给暗器上涂毒，多备毒药。快刀飞雪，四海镖局的有点麻烦，不过不碍事，杀了便无人能知晓。老家伙1敌2还不落下风，怪不得来买这8品功法。你这老登真是聒噪！不是老家伙，
是位年轻人。不要被表象迷惑，此人刀法如此精湛，怎可能是年轻人？他故意如此，是想让你二人露破绽，可见其实战经验之足。也是，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，又怎会让我等遇到？哪个不是长辈手心里的乖宝宝？再战！8品。是护体机器，这下不好应对，怕是要有麻烦了。前辈，您这是钓鱼执法啊！前辈饶命！我愿将毕生所得献于您。我是血帮二当家，饶我一命，必以丰厚报酬报答。禀赵大人，3人身份已确认，2个为正通缉的贼寇，另一位是血帮的二当家。确实是血帮的二当家，谁干的？大人，这伤口冷得刺骨。斗气，飞雪，四海焦局朱越，那朱越的飞雪刀只怕已经圆满，纵横8品无敌手了。怪不得这些贼寇喜杀人越货，这才是最挣钱的买卖啊！8两银子都没有，滚滚滚！别在这碍眼！曾经因8两银子差点陷入绝境，如今800两在手，窘迫的日子倒是一去不返了。主修静秋功，闲时可翻阅另一本相互论证。这次我展露飞雪诀，只怕事后已被旁人留意。虽然怀疑不到我头上，却还是会让武馆众人留意，说不准上层之人还会细细核查一番。所以往后行事还是少暴露此功法为妙。这心法倒是来得及时，以后靠它了。以乘风诀应对事端，往后再怎么暴露，都不会查到四海武馆身上。有乘风武馆吸引注意，我这步棋走得真妙。追云导引，7品轻身术，行路调息都十分合用，身法轻盈舒展。往后四处游历，行路调息也多了一份安稳依仗。这门养身导引术倒是省去了一些麻烦，循序渐进，可一直修至更深境界。这篇行气法门同样出自清河馆，内容精妙，似比寻常养生典籍更有心得。看来极道武馆出来的都是好东西，这么多人修他们的功法。我也修。听说了没？昨夜血帮那恶名远扬的二当手被人一刀斩了，那可是8品武者啊！在咱们阳城，9品都能被士绅当祖宗供着，8品那都是四海乘风2家镖局的镖头级别，或者是极道武馆的教头。连府衙的赵典狱也是8品，被人尊为人徒。这么厉害的人物，居然被杀了！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斩杀二当家的也是一位8品。而且是在2个9品圆满加上二当家3人合围的情况下，被那人以绝对实力完成了3杀。此事我也有耳闻，斩了那恶贼的似是四海镖局的镖头朱越。这朱越成名已久，一手飞雪刀气惊艳全城，曾以9品之境逆行伐上，斩过8品，倚仗的便是这刀法极致。整个阳城也就他有这种实力。会不会是别人？据我所知，那杀人者戴着狐狸面具，可朱越前辈有着刀中君子的美名，行事向来磊落正气，怎么会藏头露尾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？若是他，那3人又怎敢找他的麻烦？怎么可能？根据尸检所说，死者伤口冰冷刺骨，留下的残痕连普通人碰一下都会冻伤。在阳城，
只有四海镖局的飞雪刀有这般效果，不是这位刀中君子还能是谁？总不能是镖局大当家吧？所以，这出手者定然是四海镖局的刀中君子朱越。真不是我，朱兄，别谦虚了。在阳城，只有我镖局的飞雪刀气冷如寒霜，除了你，还能是谁？是啊，别否认了。现在外边都在传唱你的威名，都说你杀了恶贼，为民除害呢。此事您该查清楚。会飞雪道法的定是我镖局之人，但绝非是我。您可将其找出来，揭示真相，自然大白。你不错，实力又精进了。朱越的实力又进步了。赵大人与我说，朱越的刀气已至极致，练无可练。如今他的实力在阳城能排进前20。前20？阳城前19位可都是7品以上强者，那岂不是说朱兄在7品之下无敌了？天地可见，那人确实不是我啊！总镖头，请您务必出面为我说话澄清。就算不是，你就当是吧。之前我走镖失败，已让镖局损了不少威名，此事倒是可以挽回些我镖局的口碑。此事我也会差人暗中查清楚。对了，乘风镖局接了一趟银镖，前日便已出发，你们准备一下。此事我等送他们一份大礼。此事已定，你且好生准备一下，5日后出发。接的铁镖，没错，你应该也知道了，我镖局的朱镖头实力精进，在几日前怒杀8品武者，狠狠扬了我镖局威风，所以这几日镖量上涨了不少。刚好我伤已恢复，接了这趟铁镖，正好带你跟柳文生历练一番。朱镖头刀法通神，除暴安良，真是我辈楷模，令人敬佩啊！那是，待这位前辈成就7品，实力应该能进前10，届时我四海镖局便能死死压成风镖局一头。好期待啊！未吃灵犀肉，仅4日便有如此进驻，这速度堪称恐怖。不过，想要在短短5日内突破8品，还是远远不够。身上有银子，这几日便按一顿2斤灵犀肉的最佳食补来安排。无论如何，都要在5日内突破境界，第一次走镖才更有安全感。爹爹，今晚有肉吗？没有，你娘亲去集市买豆腐去了。今晚咱吃咸菜滚豆腐。啊，吃了多少天咸菜了？没有。女儿想吃肉，可是二哥都能吃肉，为什么小希不能吃？哭什么？你哥正在练武，需要吃肉养身子。等他成了武者，你想吃什么山珍海赋都行。可是二哥都好些天没去武馆了，跟嫂嫂天天在房间里。老头子，孩子有消息了，孩子有消息了！毛毛躁躁的，什么消息？孩子啊，咱的孩子平儿，我打听到他的消息了。哼，你打听他作甚？还没死？你说什么呢？娘亲，大哥在哪儿？小希要找大哥。你大哥就在阳城里，没走远。街上卖菜的王大娘说，今早看见平儿随着一行人出城去了，好像是四海镖局。平儿去了镖局做事。四海镖局？四海镖局厉害着呢。他既然与镖局之人出城，只怕是被选为了趟子口。出一次远门3、5天时间，应该能挣几10文上100文钱。这么多，平儿有出息了。什么出息？这是卖命的钱。若是路上遇到贼寇，最先出事的就是他们这些炮灰。平儿会有危险，我们把他喊回来吧。他既已入镖局，便不可能想走就能走的。反正啊，这一行我就没见能全身而退的。就算不丢性命，也绝对会缺胳膊少腿。哭什么？死就死了呗。他选择干这一行，就没考虑过我们，我们又何必为这不见人担心？由着他去吧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娘别担心，我在武馆也认识几位能说得上话的，待我打听一番。若是能让大哥退出镖局，我定让他回来。江兄，你的肤色怎么越来越细腻了？咱是在同一个太阳底下练功的人吗？你也太老实了，练功可以躲树荫下，哼，非要晒着才算练。江兄，这位陈家小娘子看着肤白貌美，前凸后翘，与你倒是有些般配的。瞎说，这是咱的客人，要好生护送。你怎能乱点鸳鸯谱？这方勇为何与我等一道？他有梁镖头关照，不该这么快出来走镖才是。方勇天赋不俗，已入9品行列，
此事暂需保密。梁镖头这才放心让他随我出来历练。快跟上！天要黑了，前方10里处有个驿站，今晚暂时在那里歇脚。是不是香香的、软软的？是啊，都小心点，这是客人的货物，若是损了，有你等赔的时候。瞧把他弄的！莫说这些了，去马场吧。皇师，还有多久能到云县？明日下午便可到了。是否太慢了？有些耽误我修行。不慢，多数货物在前3个县，之后我等便可轻装出省，夜间也可赶路，来回也就7、8天时间。皇师，我镖局旗帜下一班是有什么说法吗？好问题，这便是一般镖师出行主要的升旗方式。下半旗意为仁义镖。仁义镖，你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暗号，意思是希望各路英雄给个面子，赏口饭。当然了，光靠仁义旗帜也是不行的，还需要这个。我懂了，得给过路费，大家相安无事。是这个道理。有些绿林好汉不好得罪，这过路费必须得给。弱一点的乌合之众则无需理会，一年到头稍稍意思一下便可。当然了，偶尔也会碰到一些不守规矩或是其他地方来的游匪，也只能手底下见真章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这一趟走的都是官道熟路，只要不走陌生的路线，一般都不会有事。那皇师，若是接了镖后，能否再接私货？只要在一条方向向上，镖局也不反对。不过若是为了利益走陌生路线，一旦出事，镖局自会重罚。有一车货，便是我接的私货。对了，还有一种旗帜的镖，威武镖。这种走镖方式更简单直接，插上旗帜，让烫子手在前面喊口号，意思是不给任何英雄好汉面子，有本事就打一场。当然了，敢走威武镖的，要么背景深厚，要么本事超群。如我镖局的几大镖头，他们若接铁镖，便是立威武旗，走的威武镖。说来，这些镖头走威武镖，一趟下来，挣的比我接这一车私货都要多好几成。畅快。对我来说，修行技艺明明是门脑力活，却还是会这般流汗，怪事。你这是在练功？是啊。怪事，来时怎未听见动静？你往后离陈家娘子已远些。明日我来给陈家娘子牵马，你该干嘛干嘛。好啊。慢，你将牵马的活让给他了？怎的？你也想牵那匹马？我倒是想找陈家娘子搭话，可人家都没正眼瞧过咱。我就说吧，那姑娘有些自卑。我家小姐才不自卑。黄镖师，那个方勇太吵了。
你与陈家娘子第一次见面尚未熟识，不该这般唐突。黄镖师，我改正，能否与陈家娘子说明，让我与江平换回来？都没吃饭吗？动作这么慢。此子还需磨练。比想象中的要小不少。此县相对贫瘠，无论是武者数量还是实力，都不如我阳城。先将货物送去，吃个饭，略微休整，便继续赶路。不住店了，都赶1天路了。晚上走水路，在船上可以歇歇。水路虽然安全不少，不过也有在水上讨生活的水猴子，实力不弱，而且他们善水性，很多镖局都拿他们没办法。关键的是，这群水贼的首领与乘风镖局的一位镖头是多年好友。一般情况下，虽不至于我等产生冲突，可若有意外，你什么都不要管，只需使劲跑，保住性命。可惜你已在走镖的名单中，不可当逃兵，否则我现在都想让你打道回府。黄镖师，为何如此担忧？涉及隐秘，不可说。那位首领的实力如何？8品，与梁镖头的实力差不多。是黑水帮的船，快，所有人都给我过来！走镖是人情世故，可我等狱匪能避则避，这样也能少损些银两。实在避不开，再出面也不迟。这也太憋屈了！我等行事光明磊落，却要避开这群水猴子。势比人强，何况这也是为了多挣些银子。若是少去这次麻烦，你等还能多分些银钱。走江湖好有意思呢！滚开！四海镖局的，别当龟孙了！爷爷知道你等在船上，出来吧！不可，他们的首领可是8品武者，你纵有兵符，可未成长起来，不宜与对方起冲突。若我修得刀气，又何惧这帮偷鸡摸狗的？你刀法大成了？快了。有天赋真好。他天赋很好吗？很好，在阳城应属一流之列。啊！黄镖师真能躲呢！都出来吧！大走两要见你等，少一个你知道后果。前辈饶！首领出事了，我们快逃！得救了，都没事吧？没想到你都是武者了。你应知这是情理之中的事，你不该与我比较。你这家伙也一声不吭地将刀法练到了小成阶段，不值一提，与方兄比不得。确实比不了。此刻是否觉得有些自卑？那不至于，我辈武者该与自己比较有没有成长，有没有进步。若是天天与这比与那比，那不得累死？毕竟天下英雄如过江鲫鱼，何其之多。都过来！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这是礼。虽然出手的前辈不愿显圣人前，或许是举手之劳，不求我等感谢，可对我等而言却是救了性命之事，这是大恩，虽无处可报，但得记着。很强的前辈，我刚好瞥见了，那8品水贼在一瞬间就爆开了，可以说是秒杀。确实很强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是一道强横的剑气，其展现的实力，只怕不比我镖局的朱镖头弱多少。若我悟得刀气，能否做到这般？自是可以，不过此等境界不易练得，你起步太晚，纵为天才，也得1、2年之功啊！要这般久远？可以让武者逆行伐上的技艺，又怎会简单呢？你想做到恩人前辈这洒脱强大，还需时间。江湖仗剑业，不问功与名，真是潇洒呢。平日里少看些话本子。不会再有内晚之事，诸位安心。
此等贱气！轻言。这是练得剑气的八品大道，实力不弱不于那晚救我等的前辈。饶命！轻言，我来晚了，让你被一帮泥腿子吓到。天才，杨成真正的天才。轻言，你出远门该与我说的，有我在，又怎会让你担惊受怕？宋大公子，我家小姐出门何时得向你汇报，而且你的话语过于暧昧，比方勇还自来熟，还唐突，这会让人误会的。哦，四海镖局蛇时出了这么位人物，我都没听季兄提起过。起步太晚，空有天才之名罢了，如何能入宋大公子法墨？您是注定名扬昌平府的真龙。黄彪德说笑了，世事皆难预料，方兄弟既有如此天赋，又怎能小觑？只怕不久便会名震阳城，与季兄同台竞技，倒是让我有几分期待。吴局榜怕是又要天位新人了。您太抬举这小子了，他起步晚，出身微寒，如何有资格与您同台？更莫说那吴局榜了。将来之事，又如何说得定？既然宋某以来，诸位这护送轻言的任务，可视作提前完成，他定完好无损的抵达。这是我等职责所在，万不能半途而弃。若是被镖局知晓，我等会受罚的。既如此，便一起吧。不过你等便要多跑一趟了。这陈家娘子有何来历？竟让宋公子这等实力的天才如此热情？其实陈姑娘的父母只是寻常富商，不过她的叔父是一位老举人。武举？自然是武举人。你等现在也见识到了阳城真正天骄的实力了吧？感觉如何？简直可以用变态来形容。那位可是在8品炼皮中7品，随时可入6品之列的7品，我可还有追赶的可能？大概率不可能了，你起步太晚了。纵然如今成为武者，之后亦能飞速提升，6品也可位列，可很难做到宋远山这般成就。上限几乎能看到。什么成就？可是练的那数十道剑气，这只是增强实力的技艺，你就是不追求也无碍。我所说成就，是关乎武道之路，是奠定未来的根基。其他2人可能不知，我听说在你成为武者后，梁彪是送了你极道武馆的8品功。他可曾与你提及皮肉4筋这一境界？梁师有提及，8品炼皮可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炼了铁皮直接冲击7品，若是有雄心壮志，则可以向金皮冲击。梁师曾言，这才是8品大圆满之境。不过梁师还说，阳城天才都不追求金皮，只让我铁皮圆满后直接冲击7品。是这样没错，可他应该没与你说，金皮代表的是武道根基，是底蕴。若是未练得此等根基，5品很难迈入，几乎触之必死。不练金皮，5品触之必死，那为何梁师不让晚辈追求？皮肉裹筋骨，8品炼皮肉可分铁与金，7品筋骨境自然也有这划分。筋骨4筋亦是圆满，亦是武道根基，只要练得黄筋骨，5品有望。前辈的意思是，8品练得铁皮可以直冲7品，7品练得筋骨4铜铁，亦可冲6品。可是想入5品之列，必须在8品练得金皮或7品练就黄筋骨，这便是奠定未来的武道根基，对吧？说的一点也没错。不过相对于7品黄筋骨，在8品时想锻炼出金皮，却是难了数倍。黄筋骨易练，金皮难求，倒是怪事。会不会是黄筋骨并非7品真正圆满，还有可挖掘的领域，那才是大圆满？未曾听闻，或许有，也许没有，但不管有没有，都不是我等能遐想的事。你是天才没错，可比起宋远山，练武时间太晚了。宋远山这样的天才，从16岁开始练武，倚仗家世带来的丰厚资源，半年入8品。为了追求金皮，曾蹉跎2年功，这才入了7品。铁骨圆满又花半年。接着便锻炼黄筋骨3年，听说都快成了，气血呈现淡金之象。拥有这般成就的他，归来也不过20有1。
仅比方勇大1岁。给我6年时间，黄金谷亦不是不可夺。你当然能练得黄金谷，可是6品练5藏，1藏1年功，5品往上是另外的天地。可5品前练的是自身。你当那些武师阐述的最佳练武时间黄金年龄段是假的？这是武道铁律。你也不用灰心，纵然只能练得6品，亦有100余年寿命，保一辈子平安富贵，家族兴盛连延，绝对没问题。何况就算为5品境，也只是多活20-30载。强如宋远山，也不一定能在30岁前位列5品。他接近陈家娘子，是为了获得其叔父的支持，希望在30岁以前能快速冲击5品境。陈青岩的叔父，当年在阳城也是横压同辈的风云人物，盛极一时，曾名扬昌平府，在同年龄段比宋远山只强不弱。可当初还不是卡着30岁这条线，艰难度过的。皇师，为何宋远山能使出那般多的剑气？还是你小子活得通透，不为世事烦恼。小西饱了。才吃多少就饱了？快些吃完它。这孩子最近怎么了？每次晚饭都没吃多少。谁知道呢？你也别担心，这小丫头没什么聪明的地方，但一说到吃，她绝对不会亏着自己，定是嫌这饭菜不合胃口，早在哪位叔叔婶婶家吃过饭了。但也不能总去别人家吃喝嘛，否则显得我们虐待这小家伙似的。娘，不用担心这个，我知道这小家伙去哪家吃饭了。谁家？小妹今天身上有一股鸡肉味儿，昨日也是鸡肉，前天是猪肘，大前天是烤肉。我想，除了一向宠爱她的大哥，也没人愿给这小馋猴吃这么好的东西。大哥，平儿的走镖回来了，所以小溪这几日都是去平儿那里吃的晚饭。根据我打听到的消息，早在数日前便回来了，而且这一趟收获颇丰，好像烫子手都分了半两多银子。原来是发了笔横财。宋远山有名师指导，方才以5年之功，练得剑气3成多。倒要看看，我之天赋与他相比，又如何？府城乡阳城竟是不远，只隔着4-5个县城，连夜赶路的话，一次来回只需2天时间。昌平城更高阶武者众多，我如今初入8品皮，实力还是有些弱了。若是此时出远门，只怕还没走到昌平府，就先被乘风镖局的杀手劫杀了。再稳一稳。陈为民骗走的银子过万，此事牵扯到极道武馆6品境的陈安。原本我还想着早些展露武者境界，待2家镖局摩擦停歇，便可自己借私货赚资源。如今来看，此事也得耽搁一段时间了。实力终归是实力不足。爹，何时给我银子买牛肉吃？武道之路不进反退，我若是没有10步恭敬，莫说练不成武者，反倒会伤了身子。这咸菜真难吃。你前几日不是去看望那不见了吗？他可有给你银子？难道你对于平儿想着的是如何吸他的血吗？他也是你儿子。哼，安儿说他过得很滋润，如今家里困难，他难道不该补贴些家用？好歹是我挣银子让他吃饱穿暖长大的，否则他如何能去四海镖局做烫子手？还是说他给了你银子，你不肯给安儿？我连他的面都没见着，那孩子如今还在记恨着我们。求求小哥，再帮我通报一声吧，我是江平的亲娘啊！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那样对他。